我们继续讲啊。先物行，先理动，之谓前世。啊，为什么讲前世呢？因为老子说：“前世者，道之华，而愚之首也。”前世啊，算命算是一种前世，预测未来是一种前世，但还有另外一种前世。就你要做一件事情，然后你打听消息，你一定要得到关于这件事情的所有的资讯。别人是怎么想，别人的立场是什么，啊，资源多少，物资多少这样。然后呢，关键重点是什么？你始终没有开始行动。由于行动之前，你想哪里会有困难，然后你去问那里是怎么样，那里是怎么样。然后呢，你发现有困难，你又改变了行动的方向。然后呢，你又想到说，那可能到了什么地步，那里又会有困难。然后你又再去了解，会不会很困难？所以你永远在问，永远在了解，永远在希望得到一个完全不费力、不辛苦就能够走到位的一条路。你力气都用在这些事情上，完全不是一种下定决心，不管多艰难困苦，我就是要突破、完成、达到。这样的一种不断的问，也是一种前世。而这种前世呢，其实没有什么用，啊。浪费生命，浪费力气，没有勇气，不敢赌一把。那另外一种前世就是透过你的这种算命的方式，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透过你的这个打坐、发神通啊，你能够先看到、问告于鬼神等等。所以，所有的你不做事，在那边想未来是不是很安全，想要先知道未来的情况，再决定自己行动与否的这些作为。都算是前世，前世就是在那边打算盘，先算好了，对你有利你才去做，对你不利呢，你就不会去做。孟子说：“君子重义不重利啊。”孔子说：“啊，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前世就是在那边算，打算盘，算那个利。老子说：“前世者，道之华，愚之首也。”所以反而是很愚昧。为什么？你没有理想，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意志以及明确的方向，人生就会东走西走，进进退退，原地踏步几十年。就是你只想到算好了，你才去做。啊，那什么是价值观呢？价值观呢，不是用算，而是什么？用决定的。理想是什么？不是用前世，而是用什么？用意志的决断。这是我的理想，我欲人思人至矣。在做仁德的行为里面，会不会碰到困难呢？会不会被骂呢？会不会被冤枉呢？会不会损失钱财呢？都会。但因为这是人，我欲人思人至矣，我一定要做。所以我不打算盘，我不计算，我不去算命，我不去卜卦，我不去问鬼神，我不去找人通灵，我不算。算前世者，道之华，愚之首啊。人们看起来非常的好，其实是愚昧的，因为你没有价值观，没有立场。所以重点是要讲这个。好，前世呢？无缘而妄议度，没有依据，在那边乱想象。怎么讲呢？举一个故事例子：詹和啊，一位老师坐在那里，应该是一种练气功的人，弟子在旁边。门外呢有牛在叫，啊，弟子说有一头黑牛，不过它额头上呢，这个有一个白点，所以弟子可能跟老师学天眼通。弟子凝神一看，哦，是一头牛，但是呢，它额头前呢有一点白点。老师也凝神一看，没有错，是黑牛，不过呢，白点不在额头上，而在
牛角上。好了，叫人家去看一下，确实是黑牛啊，但是呢是以白色的布绑住了，缠绕在它的牛角上，而不是什么额头上有一点白。但是以他弟子的这个天眼通呢，已经功力很强了。第一，知道是一头黑牛，听到一头牛叫，你没有办法判断是黑牛还是灰牛还是黄牛怎么样的啊？更没有办法知道它身上有白点，就你已经找出来，已经很厉害了。老师更厉害，不是额头上有白点，而是牛角上裹着白布。好，韩非说：“以瞻子之术啊，因众人之心，华严待。”什么意思呢？哇，他的天眼通竟然这么厉害！好，在旁边观看的人觉得哇，好崇拜啊，好厉害啊！因众人之心，让大家都觉得非常佩服他，掌握了大家的注意力，然后呢，非常的具有虚荣，因为他功力很高强。问题是，这种行为是没什么用的。韩非子嘛，关心国富兵强的，啊，有一些你该知道的事情，用经验的方式，你走到那里去看，你就可以知道了。你不需要开发这种东西。故曰：道之华，常是瞻子之察。如果要确认瞻合他的天眼通厉不厉害，我只要找5尺高的没有读过书的小孩子去看，他也知道那是黑牛，也会告诉你说牛角上缠着白布。所以呢，瞻子练了一辈子的天眼空的武功，苦心伤神，他所知道的事情呢，是你叫一个5岁的小孩子都可以看了以后就知道的事情。那练这个武功干嘛呢？前世道之华，鱼之手。他没有去看，他就不知道；但小孩子去看了以后，也一样会知道。而这种前世很风光，很了不起，但是呢，很愚昧。所以说，前世者道之华，鱼之手。大丈夫，有智慧的大的人，处其厚不处其薄，行其实去其礼貌，就是做事情做那个扎实的部分，而不是做那个装饰的、炫耀的、碰轰的部分。所以不处其薄，行其实，扎扎实实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要去做那些外在的装饰。处其实，不处其华。华就是外在的装饰，让人家崇拜的，让人家鼓掌的。必原理，不尽绝也。一定要依靠理而不要呢这个走捷径。这个理是道理的理，而不要走捷径。所以去彼取此，去礼貌尽绝，取原理好情史。你不要用这些理的东西，也不要用这些虚华的招数，然后呢，要好情史，就是扎扎实实、真真实实。所以这一段呢，韩非在诠释“以者忠心之薄，乱之首，失义而后礼”是把礼呢，在一个比较贬义的立场来讲的。那这是老子的立场没错。因为老子是要道要德，仁义甚至都不是老子的立场，那就更何况是礼，更何况是法所以韩非子的解老篇讲的是老子的思想，其实并不是在谈韩非子的思想。那如果是韩非自己的作品的话，那就是他在理解老子说了什么，然后把它写下来，而不是就由老子讲他自己的哲学。如果讲他自己的哲学呢，理的地位不会这么低，理在下一步就是法。好，人有惑，心未弘。
这段话是要解释祸兮福之所以，下段话解释福兮祸之所以，所福。好，祸是福之所以，有祸、有麻烦、有灾难，让你会害怕，然后呢，你就不敢做坏事，然后呢，想事情特别的周到，然后呢，事情想得特别的清楚，然后呢，你又不敢做坏事，那结果灾难就不会降临。没有灾害的话呢，尽天年，每一个人可以平平安安活到老，心平气和的到老死，啊，然后呢，他做什么事情，因为他掌握到事情处置的原理，所以办事情会成功。因为他平平安安活到老，尽天年，全而寿，没有身体没有受伤，心灵没有创伤，啊，活到90岁、100岁、110岁，轻轻松松就走了。那这是最美好的人生。所以他的一生呢，一定是成功啊，富与贵，全寿啊，富贵之谓福，就一定可以得到所有这些东西。然而这个福啊，是因为一开始有灾难，有祸，所以人生碰到灾难不是坏事，因为碰到灾难以后呢，你每一步都谨慎，都符合道理，想得周到，不要哩哩浪浪啊，挂一漏万，想不周到，那你事情一定能够办得成。那你不有灾祸，而且还会福寿全归，所以有灾祸反而是好的。有福气呢，却会因为不懂得惜福，反而会惹来灾祸。有灾祸呢，却会因为懂得要避免灾祸，反而得福。人有福则富贵至，富贵至呢，衣食就华美，然后就骄傲。骄傲呢，你觉得自己很厉害，什么都可以，就做一些坏事，行邪僻，动气，行为呢邪僻，做事情呢不遵守常理，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反正我钱多，这样行邪僻的话呢，做一些旁门左道的事情，标新立异、特立独行，甚至是坏事，弄得不好，害死自己。动气呢无成功，做事情呢不按照一般人的规矩，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但是呢，他就没有办法在社会上有效果，那就是不成功。一个人内有死夭之难，外无成功之理，那这就属于大祸。为什么会有死夭之难呢？因为你做一些邪僻的事情。什么是邪僻的事情？那吸毒就邪僻的事情。啊，什么是邪僻的事情呢？当小偷去偷人家的东西，邪僻的事情。那这些都会让害死你自己。内有死夭之难，外无成功之理。你做事做那些乖僻的事情，正常的事你又不做，做正常的事你又用乖僻的道理来做。所以正常的事你都不会成功，外无成功之理，这就是你的大祸。所以因为福而得祸，祸本生于有福啊，所以呢，福呢是祸之所伏。之所以会有这个祸，就是因为有福。有福了以后呢，你不懂得节制，会给自己惹祸。有祸了以后呢，你害怕失去了生命，受到重大的惩罚，你会非常谨慎、非常小心，一步一步收回来，反而有福了。好，这也是对老子的解释，解释也都算重点。原道理从事者，无不能成。做事情依靠一般人的正常的原则，一步一步的做，一定能够成功。成功以后呢，大成天子之世尊，小呢倾向将军之赏乐。人好好做事，好好过日子，最高的境界啊，成为天子。其次呢，也能够倾向将军，这是你
依据道理来做事。那什么是依据道理呢？很多啊，那韩非杰老师倒没有整理出来，我们可以待会替他整理一下。但反过来，弃道理，妄语举动，这个妄应该是虚妄的妄啊，可能不是这个妄，直接把它改掉好了。应该是这个妄，弃道理，妄举动。上有天子诸侯之世尊，你做事不合道理，不对的事情你也妄做，也做。你就算你是天子，你就算有以盾陶朱补助之富，就算你这么有钱，有失其名人，亡其资财，啊，所以国君如果乱举动，那什么是乱举动呢？比如说他不上朝，譬如说他跑到国境外面去野游，啊，譬如说他放纵欲望等等，这些都是弃道。然后呢，这个虚妄的事情他都敢做，妄举动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啊，会失去人民，失去他的物资。那这是国君。那如果是众人的话呢，弃道理，妄举动，那会给自己带来大的灾难。不知其祸福之深大，而道过远若是也。啊，这个众人妄举动，那他就会惹祸。他不知道那个祸可能会这么大的祸，他不知道这个天道的管辖范围是这么样的广阔，天道管辖你所有的行为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所以现在如果做事情失道，天道是会管得住你的。天道这么远阔，你却不知道。故曰曰：孰知其极啊！天道的作用是永恒的，但你常常忘了它。当它作用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你才意识到什么啊？还是它。所以你又常常忘了它，所以你不知道它的极限。所以人不要忘了它，就是不要时时刻刻要自我警惕、谨慎，不要做不聪明的事情。人若不欲富贵全寿，却未有能免于贫贱死夭之祸，却没有办法免除贫贱、死亡的灾难。大家虽然都要富贵全寿，却会有人贫贱，会有死亡。啊，实际上的事实是这样：昔富贵全寿，今贫贱死夭，是不能至于其所欲至。也就是说，他的理想没有办法达成，他的心愿呢是会落空的。好，因为呢，人未有能免于贫贱死夭之祸也。所以追求长寿、追求富贵，是大家都想要追求的。可是现实上却会沦为贫贱死夭。所以呢，这件事情让人们大惑不解。啊，凡失其所欲之路，妄行，叫做愚。所以呢，会遭受死夭的灾难，因为你迷。而为什么迷呢？因为你有欲。啊，所以迷会造成死夭，这个死夭啊，这个贫贱。但是呢，这个迷呢，就是因为欲。迷则不能至于其所欲至矣。今众人之不能至于其所欲至，故曰迷。众人想要走的地方就是富贵全寿，但是呢，众人却充满了种种的欲望，而这些欲望呢，就导致你看不清楚，最后导致你死夭啊，贫贱。众人之所以不能至于其所欲至，富贵全寿，之所以不能够达到自己最高的理想呢，这个要为谁？要怪谁？啊！自天地之可办，以至于今，人之迷也，其日故已久矣呀。老子不做什么天道观的判断，说每个人性都是善的，人人可为尧舜，做一种历史预测、理想化的预测。啊，那这个
老子只是讲说，人之民以其日，故以久矣。人们都是如此浑浑噩噩、迷迷糊糊、糊糊涂涂的过日子，这种日子呢，已经过了很久很久很久了。人民都是糊里糊涂的过日子，啊，人之迷，其日故以久矣。好，下面这段是很棒的一段，所以用红色把它框起来。那这段话呢，在庄子也出现过，在这个老子也出现，在人物志也出现，就是不断的告诫我们一个原则：不要说人家的坏话，不要欺负别人，不要轻视别人，不要打击坏人，这都是为自己惹祸上身的原因。但你如果是警察，那你当然要抓小偷，整治罪犯。那你如果不是执法人员，这些惩罚别人、指责别人的事情绝对不要做，因为那会害了你自己。方而不割，廉而不贿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，就是告诉我们有什么优点，自己努力给它做到100%。但是呢，没有必要以自己的优点去彰显什么别人的缺点，甚至是去判断别人的为恶，因为这会为你带来麻烦的。方就是内外相应，言行相称。廉呢，避生死之命，青天之财。什么意思呢？冒着一死，我要守住国家的物资，不会强盗来了威胁我，我就把宝库打开，国家的金银财宝被强盗抢走，这就是我的廉洁。然后呢，我绝对自己一毛不取，我只领我的薪水，这就是廉洁。当别人要来抢的时候，你就让他抢了，他掉在地上的宝石你捡起来，都够你活好几辈子了。但是呢，你不为自己，宁可冒着生死的危险，你也要保存仓库，青田之财，不会对于不当得的金钱动了恶心。所谓直者，义必公正，公心不偏袒，这才是正直。那人为什么会偏袒呢？因为有欲望，要巴结有权力的人。那我不巴结有权力的人，公心不偏袒，这就是直。官呢，官爵尊贵，依求壮丽，地位崇高，这叫做官。这些都是人的日常生活追求的东西。今有道之士，中外言顺，不以毁谤穷惰，虽死节轻财，不以武霸休刊，虽异端不党，不以去邪罪私，虽世尊医美，不以夸见欺贫。其不可也，使失路者而可听悉问之，即不成迷。所以，方而不割，廉而不贵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第一，他是自己的品格；第二呢，他看到的人性的种种的弱点；第三呢，你要改正别人的弱点，不是拿老教条去跟他讲，而是什么？让他去做新的事情。在做新的事情，你给他新的规范、新的标准、新的体会，让他理解到什么叫做做人做事靠自己。可是有道之士，中外信顺。现在就是讲什么方方有道之士，中外信顺，不以毁谤穷惰。你是正直的嘛？内外相应，言行相称，中外信顺，大家都相信你，但你不要毁谤穷惰，毁谤那一些
不正直的人。如果你是司法人员，那是你的职责；如若不是，那不是你要管的事。你先管好你自己的事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。那这些事情呢，自然有别人该管的人去管，该管的人没管呢，那就这个国家快要垮了啊！你最好赶快准备收拾行李，要不然去对付这个恶人。所以子节轻财，不以五霸休贪。虽然你自己这个守住国家的钱财，即便牺牲生命，你也要守，而且绝对一文不贪，异端不党。你不会跟谁引党结私、结党营私，一切守正义。不会是你的党派的，你就把东西给他；不是你的党派的，你就不把东西给他。你都合于道义来分配资源。你做的这么好，这叫做廉但是呢，廉而不愧也就是说，不以去邪罪私。你自己使节轻财，不会贪图公家的利益，但你不要去指责别人偷盗公家的利益。第三个，直而不肆，世尊医美世尊医美，不以夸见欺贫。这是观而不要，那次序有点跳。就是我的地位非常的崇高，荣誉很高，社会形象很好，世尊医美，但是呢，不要夸见欺贫，叫做观而不要，这样子。异端不党，不以去邪罪私，这个是直而不肆；使节轻财，不以五霸休贪，这是廉而不愧。中外信税，不以毁谤穷惰，这个是方而不割。割呢，就是我自己很正直，但我说别人不正直。愧呢，就是我自己很廉洁但是呢，我认为别人不廉洁。羞贪，我羞辱那个贪公家资财的人，那我对他们就是很严厉这样子，我否定他的人格。直而不肆正直，没有帮派，但是呢，我不去这个很放肆地指责这个有邪恶的人，然后呢，把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呢，给他罹患下罪就是我不要去伤害这些人，我地位很高，但是我不要去炫耀我的财富，去让没有钱财的人呢感觉到羞愧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其故何也？是因为要让这些做不好的人，叫做失路者，肯听习问之，即不成理也。前面讲了，人之迷，其日故以久矣。他是这样转折的，他们已经习性缠身，在迷惑的生命的海洋里面，已经翻滚太久了。他们就是这样子为恶过日子，就一时之间没有办法修改。你骂他是没有用的你要让他什么？肯听习谓之。什么叫肯听习谓之呢？你就是一直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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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不同流合。但你不要骂他，你骂他，你是廉洁的人，你骂不廉洁的人，一定有一天不廉洁的人会发现你非常的不廉洁去控告你，你就被关起来了。你是很正直的，你指责别人不正直，一定有一天别人会发现你有一个不正直的事情，就算发现不了，也帮你制造一个出来送给你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送你一个不正直的名号，那就打击你。所以呢，你的正直、你的廉洁你的公正以及你的荣华富贵呢，都不足以导正为恶者，除非你不骂他，除非你不对付他。
那么你的这一些好的优点呢，变成一个典范，陪伴在他身边，潜移默化导正他，让他可以自动改善，肯听习以问之。你方你廉你直你光，在他面前表现这些东西，让他自己看到了，想要跟你学。因为人之迷以其日，故以久矣。他那个习性已经很久了，没有新的好的典范，你光责备他，他怎么会接受呢？所以呢，要让人家愿意跟你学习，然后呢，才知道过去错了，然后就可以不理。今众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为理败者，生于不知道理而不肯问之而听耳。众人呐，人之迷日，故以久矣。然后呢，做事情呢，常常快成功了，却又失败了。一般人做事情快成功又失败了，都是因为不知道，不肯问之而听耳，也不肯向别人学习，心中也不明白多少重要的东西这样子的话呢，你生命是很没有品质的，不进步。众人不肯问之听闻，他不愿意因为他习性在那里。圣人强以其祸败事之则变。你是方廉直光的人，结果你呢强以你这样做这个会为你惹来灾祸的。强以其祸败事之要求他一定要改正，然后呢，这个断言他一定会失败，用这种强迫的方式导致怨恨。为恶者就不愿意别人说他为恶，在别人说他为恶被法官定线之前呢，一定拼了老命说别人比他更恶，找出更多的资料，这样子，那这就不是你想要得到的结果了。可是这个结果就是因为你得罪他了，怨所以呢，这个怎么办呢？这很矛盾的。有一招，对事不对人。你讲什么别人的事情呢？你从事情的角度就好，不要去说这个人呢其心不良，刻意的来减损公司的什么什么，而是呢讯息不足，但你有更好的意见，所以做一个补充，那把他不好的意见改正掉，但不要做人身攻击。所谓人身攻击，就是指责对方不爱公司、不爱国家、不爱政党、自私自利、为非作歹，这就是指责别人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你硬要说他不对，人家会怨恨。怨恨的结果呢，众人多，圣人寡，寡圣众，定数使然。你一个廉洁的人，因为你的廉洁，去彰显别人收红包，别人人数比较多，你一个人人数比较少，结果有一天你会犯了一个错误，然后人家把你开除，就这样。别人人多，你人少，圣人寡，寡不圣众，这是定数。所以呢，做好自己就好，因为认真把自己角色扮演好，做给别人看，当做典范，潜移默化，他愿意听话，他愿意学习，听你的，他可以改进。如若不然呢，你把他惹入呢，他的目的只是跟你吵架，他也不会去改正他的缺点，那你的讲话效果呢就没有了，浪费了。举动而与天下为仇，非全身长生之道。你看，方而歌，廉而贵，直而肆，方而要，这就是举动为天下手，与天下之为仇。天下人呢，天下的坏人呢，你都要公然跟他对决，那你活不长久。非长生全身长生之道，你活不了很久，是以行轨节而举之也所以呢，人还是要用这个原来的那样的一个智慧用原来的那个智慧来做事。
是以行诡谲而举之也。故曰：方而不割，廉而不贵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好，这段我觉得那个韩非的解释也解释得相当好，啊，这个几个意思。好，智人视天莫若色，这是老子的思想很重要的话。色就是节约精力，不要外放。聪明睿智是天，动静思虑是人。意思是说什么？我们尽量用天的模式，不要用人的形态。人见于天明以事，寄于天聪以听，托于天志以思虑。那这个是最顺的。白天读书，不要晚上开灯读书，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呢，寄于天聪以听，大家都已经这样认为了，你接受这个观点最轻松。托于天志以思虑，古代哲学家已经把天道说清楚，我们用天道来思虑，这是最聪明、最省力，不会有为难的。你一定要依据着自己的欲望而来视听言动，一定依据自己的欲望，事强则不明，你不见得会看得清楚。听甚而不聪，思虑过度，致事乱。依据自己的欲望，依据自己的杂念，而不依据天明、天聪、天志，那么事情你想不清楚。不止如此，你头脑还会很混乱，啊，路不明，头脑混乱之后，你看也看不清楚，听也听不清楚。路不明，没有办法分辨黑白；耳朵呢，耳不聪，没有办法分辨声音清楚不清楚。头脑混乱，那你就没有办法判断做这件事情是会增加这个资源，还是会减少资源，不能省得失之地。好，眼睛不能分辨黑白，耳朵不能够听清浊，心不能够判断是非对错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，心不能省得失之地，则谓之狂。那心就是狂了嘛。眼睛就是盲，耳朵就是聋，心就是狂了。那关键都是你不能够用天道的模型来看天下的事物，在耳盲、眼盲、耳聋、心狂的情况下，眼盲不能避昼日之险，白天走路大家不容易掉到水沟里，晚上走路有可能会掉到水沟里。就你眼睛看不见啊，你白天走路等于晚上走路一样，你会掉到水沟里，不能避昼日之险。那如果是别人的话，根本不会掉下去。那你就是欲望太多了，你白天变成了晚上，你就有可能掉下去。聋则不能知雷霆之害，那耳朵聋了，打雷你也听不到，当然你因此就少听到很巨大的声响，但是呢，如果重要该听的话呢，你耳朵聋了，你也听不到。狂则不能免人间法令之祸。狂就是做事情没想清楚，随便乱做，随便乱做就踩到别人的地了，踢到别人的铁板，占据了别人的利益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人间的法令就会找你麻烦。书之所谓，所以呢，这些呢就是犯了错误。书之所谓治人者，所以治人呢，视天，管理别人，修养自己。这种人呢，治人者是动静之节，省思虑之费。什么时候该做就做，该停就停，该起床就起床，是动静之节，省思虑之费。思虑之费是什么呢？为了自己贪心私人的欲望，找了太多的事情，然后去构思、去规划，然后去消耗心神。
这个圣人之所谓治人，书之所谓治人，是动静之节啊，省思虑之费。做事情按照程序，按照流程，不自己搞一些额外的利益挂搭在处理公家的事情的过程当中，你省掉思虑之费啊。天就是治人，是天呢不及聪明之力，不尽治世之肉。是天呢就是用正道方式跟所有人相处。那你不要用小聪明。不要好胜，不要好强，然后觉得自己比别人厉害，因为这个都是不好的。苟极进则废神多，废神多呢，盲聋狂悖之祸之。所以呢，如果不懂事，在人间作为，其结果啊，就是废神多，盲聋悖狂之祸之。你得消耗更多的体力，因为你欲望过多，你得关心更多的事情。然后呢，花掉更多的资源。然后呢，你所得到的结果呢，就是自己发疯了，因为那个欲望太强，然后你满足不了自己，然后自己发疯了，啊，废神多，盲聋狂悖之祸之，看不清楚，听不清楚，做事呢乱做，然后呢发疯了，被警察抓起来。所以我们要减少，色就是减少，爱其精神，色其治世，治人是天，莫若色。其实这个色讲的就是对于私人的欲望要减少，就是这个原则。老子讲的就是这个原则。老子讲的不是你不要为天下人服务，不要为天下人服务是庄子的哲学。你要为天下人服务，但是不要贪功求利。贪功求利，那你是为了自己自私自利，那你自己会很惨。为了自己自私自利、贪功求利，结果呢眼不聪目不明，然后心呢混乱，乱做事啊，这个警察把你逮捕起来。所以，爱其精神，色其治世。欲望减少就是爱其精神，欲望减少就没有杂念，没有杂念就是不必用你的治世。所以，治人是天，莫若色。好，这段话我就讲的就比较普通，因为这个意思老子讲的很清楚，简单几句话也已经讲得很清楚。好，那这篇文章的作者呢，所以我说他结构非常恭谨，非常的严谨。你看一段一段的写的文字很清楚，但这一段写的我就不是太深刻了啊。众人之用神也躁，躁则多费。用神就是用精神，用神就是用思虑，急躁。那为什么会急躁呢？一定是贪功、贪欲才会急躁。急躁呢，就消耗的过多，就是奢侈的侈。圣人用精神，用体力啊，静，这个静呢，就是不走多余的路，不搞额外的目的。静呢，就少费，就是消耗的少，消耗的少就是节约减色。色之术也生于道理，把道理经营好，那就是你在理解的时候呢，要掌握重点，不要好高骛远。所以，色之术生于道，能色呢，从于道，服于礼。所以，韩非直接把色跟老子哲学的道合在一起，当然也没有不对，但通常我们是用无为跟老子的道合在一起。无为就是无私心，色呢是减少，当然减少掉的也是私心。啊，所以众人这个色服于从于道，服于礼，所以要用色。色就是无为的意思，那无为就是道，就是理。众人离于患，陷于惑，犹未知退，不服从道理。
患，啊，不是离于患，离于患不是患没了，是获得了患，陷于获得了祸。如果你有祸患，已经有祸患，这个行为就不能再做，啊，还不知道退，还不知道服从到底，那到时候灾难就来了。圣人虽未见祸患之行，虚无服从于道理，以称早服。不需要看到灾难，你才在做色的行为。一般人呢，碰到了灾祸，然后呢就谨慎、小心、谨小慎微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其结果呢，反而转为安。这就是一般人啊，祸兮福之所以，福兮祸之所伏。但是下面这一段韩非子讲这话的意思呢，是你如果是有智慧的圣人的话，什么事情早就明白了，你不需要等到你犯了错，产生了灾祸，你才开始过谨小